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3日下午的16点4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继续出现新低，并且这个新低呢跌破了我们之前提到的3万美金啊，3万点的整数关口啊。跌破之后呢，我们怎么看呢？首先我们打到周线级别上啊，在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出现了1轮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现在来看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跌破3万点之后呢，它处在周线级别的一个杀生位的这个位置上，并且呢跌破了169日均线。这个169日均线呢是周线级别的169日均线，所以呢，目前来看，道指出现了跌破2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呢就是3万美金啊，3万点的整数关口。第二个支撑点呢是在这个169日周线级别的均线啊，它已经完全跌破了，并且呢，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它出现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它就很容易再走出一根什么呢？走出一根唐僧阴线。所以呢，今天晚上很关键，因为今天晚上是周五道指的表现会严重影响到比特币市场啊，会严重影响到比特币市场。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的表现，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持续性的下跌啊，目前正处在3万点附近啊，在这里。那么在分时上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还在继续下行，那这意味着啊，道指本身在今天晚上开盘之后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低开，然后继续向下走。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一个悟空阴线啊，然后是8阶阴线、沙僧阴线。那么现在呢，日线级别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唐僧阴线啊，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和日线级别上，美股呢同时都处在一个什么呢？下行的趋势当中啊，所以呢，目前比特币它没有出现很好的反弹啊，仅仅反弹一些，反弹了一点点啊，就出现了快速下行，所以呢，比特币受美股影响很严重啊，在这个低洼的位置上啊，还没有出现很好的反弹。那从比特币的日线结构上看啊，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呢，它走出了一个第一次的波谷，在19000美金附近啊。第二次波谷同样是在18000到19000这个区间。那么现在运行的是第3次波谷，正常来说它是有能力反弹上来的啊。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一直看好这轮是有能力反弹上来的，但是呢，我们同时观察到外围市场美股实在是不给力了，随着它的加息呢，美股持续下跌啊，加息它是4.4厘的加息，这会意味着美元不断上涨，美股不断下跌整个金融市场呢都会受到影响，比特币是毫不例外的。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在更细微的一个层面上，小时线上这里观察到小时线上反弹到这个144和169日均线这里既发生了下跌，同时呢，我在 VIP 群中给出的提示是以太坊以太坊在大概12点的时候提示的是在这个位置上要做空了。为什么做空呢？原因就是上方这个非常准确、非常牛逼的压力均线，也就是144日均线，它已经抵到了，把这个位置作为开单点位，上方169日均线作为一个止损点位，既可以在这个区间震荡中获利。那我们看到了前面的行情当中，它也是快速反弹到这个169日均线，打到这个169日均线，随后发生了快速下跌。当然了，这一天呢是在9月22号，美国公布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加息预期公布之后呢，它出现一个急拉之后快速下行它同步了美股，同时呢也走出了一个快速上涨下跌的极端行情。这个我在昨天的盘面分析当中已经说出来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我认为还是以看空为主同样是在比特币这方面，我依然是保持一个看空的态度
原因呢有2点，第一点呢是在这个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它做了第一次回补，反弹幅度达到43%，那第2次回补呢反弹幅度22%，那这轮行情已经出现了一个低点啊，18239啊，到达这里之后呢，它如果出现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我认为只有15%左右，也就是能够到达21000美金附近，所以呢，它即使出现反弹的话，反弹的幅度也是弱势的。那么在当前的行情当中，美股跌破一个169日的均线啊，周线级别169日均线，并且跌破了3万点的整数关口之后呢，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仍然会以下跌和做空是主要的获利方向，所以呢，这2点啊，同时给出了啊，我们认为它的反弹空间有限。外围市场没有提供它很好的做多的逻辑，所以呢，只要它出现了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我们就布局一个空单进去。那么现在行情打到了169日均线附近啊，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小日线的169日均线附近啊，打到这里我们布局一个空单获利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如果它出现反弹，我们还可以在上方的4小时均线这里，也就是2万点美金附近啊，如果出现急拉反弹到达这里啊，继续布局空单啊。总之呢，就是在这轮如果能够出现反弹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空单不断加仓进去啊。在行情当中，我一直给出了大家几个观点，就是趋势、位置和你的仓位。那在这轮行情当中，首先考虑的是空单呢，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市场呢处在一个极端的熊市当中，并且美元有4.4厘的加息的这个预期，对吧？有加息的预期。然后呢，当前如果是反弹的话，它的力度是非常弱势的，所以呢，整个趋势是在下跌啊。我们的方向明确了是在下跌，那么位置呢，我们刚才给了一个技巧啊，首先是小日线级别的，再一个是4小时线级别的，再一个就是反弹的预期。总之呢，在2万到2万1美金附近布局空单是不太会能吃亏的啊，即使是进场之后你设置这一个止损啊，亏损也会很小的，就是亏损的可能性也会很小的。但是做空方向呢，我们会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之前我们提到了一个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如果出现4次波谷之后，它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啊。我们的目标终极点位是在10500美金附近啊，最终呢，它会形成新的一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秀。那么在周线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对比特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首先8月15日这一周呢是一个悟空阴线，然后8件阴线走出来之后，经过反弹妖怪 K 线，然后把妖怪 K 线又重新杀死呢，这一轮呢，这一整块呢看图啊，一定要看图，这一整块的波动呢都构成了一个8件阴线，那下方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当然了，沙僧阴线这个位置呢，在周线级别上是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周线级别有可能走出一些震荡，但是方向一定是下跌方向啊。刚才我们说了，外围市场和这个本身的结构啊，都是一个下跌的方向。你主要是找到这个在反弹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最终能够在其中获利。那我们的目标点位是10500美金，目前点位19000美金，距离我们的目标点位接近50%的下跌空间。如果5倍杠杆做空的话，我们还有240、250左右的获利啊。对于以太坊来讲，我们看到最近2个交易日略有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有个时间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在这里面。首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组、8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这里出现了唐僧阴线之后呢，行情开始发生震荡。首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线级别的反弹。那么这里面出现了2轮小时线级别的反弹，但是呢还不构成4小时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在这轮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认为以太坊是略强势于比特币的。但是呢，我们结合日线和周线发现了日线级别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但是呢，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仅仅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是一个实体的标志性的阴线，我们看到了这里的下跌幅度达到15%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幅度。那么在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对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我们认为它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呢会与前面的下跌呢
就是黄色线所绘制出来的这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呢，相互平行，做一个平行性的结构。这在行情当中呢非常多的出现啊，可以看图啊，这里跟随我的鼠标啊，这里面非常多的出现这种平行式的结构啊，平行式的结构，这种平行式的结构出现之后，意味着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要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期，目标点位会达到 0.05 附近啊，意味着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跌幅要加快，所以呢，在最近的时间呢，我认为做空以太坊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这个我在行情当中反复提及了。首先呢，对于以太坊啊，它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期油，对吧？这里是日线级别的下跌期油，虽然目前有所反弹，但是我们观察到上方压力重重。首先呢是这个。红色线弧形顶的这个压力位大概是在$1400附近，那么上方呢是它在$1500附近啊，这个波峰的连线，5月份波峰的连线，日线级别波峰的连线，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在$1500附近。那再往上呢，就是它在144、169日均线这个压力位。所以呢，上方压力重重的情况下，日线级别下跌期完成之后啊，它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小线级别的反弹，小线级别连续2波反弹，然后顶到我们最开始啊，刚才提到了一嘴嘛。顶到了这个144日均线附近啊，我说我在这个 VIP 群里面就带出来了啊，待会儿应该做空了，那么止损位是在$1380附近，就是略高于169日均线这个位置设置止损，然后我们最终目前是获利状态啊，原因就是因为它顶到了我们一个神奇均线。144日均线附近这里啊，在$1350附近进场的，那么现在是获利阶段啊，虽然获利不多，但是它的趋势呢，目前来看还是在下行趋势啊，3.5倍杠杆15个点啊，获利不多，但是趋势呢是在下跌，我们可以进场一段。那么如果出现反弹我们在获利在逐渐的下跌趋势当中进行减仓之后它出现了一个上冲动作，到达1363到达这个169日均线，然后继续上行，我们止损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个你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呢，我们就要看这个169日均线的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就是你在行情当中你要不断的切换时间级别，把这个时间级别作为你脑子里面的判断的一个依据来做单你如果做小日线级别呢，就看小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如果做4小时级别呢，就做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如果行情出现了突破呢，就切换时间级别。如果小日线级别呢，它突破了169，那么你就切换到4小时级别把这个时间切换的这个概念贯穿到整个盘面当中呢，大概率不会吃到很多亏，并且能够吃到趋势上的利润这是我对以太坊的看法。行情呢还是往空头方向走，并且呢在日线下跌西游之后，它容易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目前走在了一个杀生阴线的这个震荡位那下方呢我们的目标位我之前给出了$1100附近这是在$1700附近的时候我提到的它的目标位是$1000附近$1100附近，原因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阴线，给出了一个我们明显的一个趋势方向的答案虽然这个里面出现了8件阴线，但是8件阴线遇到阳线了，也就是遇到干扰性 K 线了，妖怪 K 线了，妖怪试图把阴线打死。但是呢，最终呢，这个8节 K 线还是被完美的保存了下来。所以呢，目前的杀生阴线多震荡不要紧，那么下方还有唐僧阴线，最终呢，我们的目标点位是$1100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点位那以太坊的终极点位，我们之前在行情当中提到了是下跌95%，从4877下跌95%，剩余5%的话目标价格是在$260。那么我在昨天我的 VIP 群里面提到了我说这个多头应该关注瑞波 XRP 我看一下上下文，多头关注 XRP 已经突破日线169给出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在行情当中是唯一一个多头的表现
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它是唯一一个多头的表现，并且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它突破了一个169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并且呢，这里面构成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什么是悟空阳线呢？就是在一段时间震荡过程当中，这根阳线呢要站起来K 线系统里面有一个突破的规则如果一段时间一段震荡我们发现了一根 K 线与别的 K 线不一样这根 K 线呢明显要强势于之前的震荡平台的话，我们把它定义为悟空阴线。那么走出悟空阴线之后，走了一个回调那昨天呢出现了一个突破169所以呢我昨天提示瑞波有机会在多头方面表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USDT 涨得非常猛，那么瑞波作为一个对标这个 USDT 品种的一个它比较偏向于这种稳定币，所以呢我认为瑞波它会有一段时间表现那么现在这轮行情呢，我认为它走到了一个8节阳线的这个位置上8节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在突破169日均线也就是 0.42 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它有机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息口。所以呢，在回踩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多头可以进场，或者现货可以进场一些。毕竟呢，它是一个市场上比较强势的币种。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怎么找到这个进场的时机呢？我认为在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同时都有这个169日均线。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到小时线级别先看一下，小时线级别回打到0.4美金0.42美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进场位置。那么4小时级别呢，它是距离比较远的，也就是距离非常远的这个位置呢，就不是我们很好的进场位置。所以呢，我们要以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如果出现小时线级别调整，这个均线系统跟上来之后，在0.43美金是一个比较好的回调之后进场的位置。我们要记住的是它同样存在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原理在这里面首先是刚才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没有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息口，仅仅达到了8节阳线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在4小时级别线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息口。那么我们就看如果能够出现一个小时线的下跌息口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多头的进场位置。那么在这里面它有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震荡的位置呢，大概是在0.44美金附近所以说呢，如果出现小时线的下跌息口调整到0.42到0.44附近之后这是一个多头进场的位置毕竟XRP 瑞波它目前是一个强势的走势。那么进场的同时呢，我建议大家设置一个止损，0.42进场的话，把止损设置在0.40即可。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